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a。今天呢，我们要来参观一下我2020下半年入手的手账本——马来西亚手账品牌 Planet 的 Undated Planner。说实话，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品牌的时候，真的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他们家产品的价格实在是太佛心了。这一本精心排版过的手账本，居然只要马币39令吉。按照目前我知道的马来西亚品牌来说，好像还没有类似性价比的书。当然，这个价格只是包含书本，没有另外附包装哦。好，照惯例，我们先从外观的部分开始看起。翻开这本书，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很简约的小封面，可以填写名字或者是年份。接下来会有6页是全年的计划与目标。首先呢，具有今年和明年的年历。右边的是 Seize the Day Apocalypse。Seize the Day 的意思是把握光阴， Apocalypse 则是启示。我上网搜寻过，有人是会把这一页当成是人生必做的清单。我们都知道人终将会有一死嘛，那在我们死之前，我们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就可以写在这里，然后如果做到了，就可以在这里打一个勾。Goals to achieve 就是今年或者是这半年内你想要达成的目标。Wish list of the year 就可以写下你的愿望清单，可以是你想要购买的东西，也可以是你心里的愿望。再下来会有6栏的 future log， 给你写下每个月的行程或者是重要事件，也可以安排你的目标，把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然后写在每个月份里面，具体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来达成你的目标。好，现在我们来看每个月的页面。那它总共会有6个月的排版版面给你用。首先我们有 Monthly Goals， 就是你在每个月头或月尾可以开始填写的一个页面。它其实帮你把目标拆得蛮细致的，就是有个人、职业、家人、朋友、健康、财务和自我进步、自我成长的这一个板块。所以你可以根据每一个板块去想，我这个月到底要在这方面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Priorities 就是你这个月最重要注重的事情。 New habits to develop 就是你想要培养的新习惯。 Important dates 就是这个月中重要的日期，比如说生日、假期、考试、旅游等等你觉得很重要的日期。
Monthly review 就是你在每个月的月尾来回顾一下你这个月的情况。Accomplishment 就是你达成的成就。Lessons learned 就是你在这个月中你学习到了什么。Task in progress 就是你还在做这的事情。比如说你这一个月买了一个线上课程，可是你还没有看完，你就可以写在 Task in progress。Things to improve on 就是你下个月想要改进的事情，你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New ideas 就是类似于 brain dump 这样的东西。每当你想到什么新鲜的点子或者是好玩的东西，你都可以写下来。每个月的第二个版面当然就是月计划啦。它给的格子其实蛮大的，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没有空间写你要做的事情，而且它也包含了这一栏的 notes， 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额外的事情是你觉得不需要写在这里面的，当做备注的，你就可以写在 notes。月计划过后就是5个星期的周计划，这里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大，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写什么下去。这里的排版可以分为字填式日期、一个空白的地方和点阵的部分，那你可以自行分配你要怎么规划这个空间。接着我们到了一整个月的 Habit Tracker， 就是追踪你生活习惯的情况。比如说我通常都会在这里写上排毒、运动、阅读、精力充沛等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这里就会写上日期。所以每一天当我做到了那件事情或习惯的时候，我就会在这里画一个小黑点。当然你也可以填颜色或者是画虚线什么之类的，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个人喜好来分配。接下来我们就有 Finance Tracker， 就是记录你理财或者是支出情况的一个页面。那它的排版我觉得其实还蛮特别的，是我目前为止没有见过的一种排法。它这里可以写上周数或者是每周的日期，然后这一个部分它已经帮你把项目分类好了，也预留了一些空间让你填上自己想要的项目。在每个星期底下它会分为 budget 跟 actual， 所以每个星期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自己口袋里还有的钱来做出预算，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比如说星期日或者是星期一，再写上你实际花费的钱，然后做一个总计这样子。它这里有一小部分是给你写上每个月的收入，还有每个月的总花费，还有你的储蓄金额。其实是蛮简单蛮容易使用的一个理财页面。这里我说一下我个人对它排版的印象好了。我觉得它线条其实是粗细适中的，就是它也不会很粗很夸张，它就是细细的刚好，然后就看起来整个很干净很利落的样子。只是有一点，它印刷方面感觉上那个墨水会比较浅，它不是非常深的黑色，它就是浅灰色。看这里的颜色又深了，这里的颜色又浅，什么意思呢？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它的排版预留的空间很大。你看周计划跟月计划你就看得出来了，甚至这里的它排版预留的空间也是很大。如果你写字特别大的话，就不用担心会写到很挤还是什么的，空间是足够的。好，来最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点阵页。这个点阵页总共有33页，可以写一些手账本里面没有的页面，比如读书心得、食谱、减肥计划，或者做个回忆录也很棒。接下来我会用我现有的不同牌子的笔做一个笔测，看看纸张背面会不会透出我们所写的字体。整体来说我是有被结果惊艳到啦。虽然这本书的价格不是很昂贵，但是它的纸张驾驭墨水的能力我觉得是合格的，字体还是会微微显现在背面上，却没有到渗墨水整个黑黑一条线在那里的地步。日常用中性笔、针管笔写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连纸张刻星、钢笔也能轻松驾驭。如果写得比较用力，或者用墨水比较多的文具，还是会透到背面来的。
另外，这个纸张 hold 住水彩的能力也让我蛮吃惊一下的。除了涂上水彩时很滑顺，事后也完全不会有出现皱褶啊，让纸张变得凹凸不平啊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体验。总的来说，这本手账本给我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所设计的内页涵盖的范围蛮全面的，也不会显得太繁琐，需要填很多项目。每天晚上抽出几分钟的时间，审查周计划的待办事项，在 Habit Tracker 的列表中做标记，看一看月计划有没有什么要添加的。每个月做的事情呢，则有 Monthly Goals 和 Monthly Review 来帮助我们规划和总结整个月的情况。那因为我本身在用这另一个记账方法，所以不太会用到记账页。但如果你是想快速方便的记录开销，这本的记账页只需要每个星期的开始填写预算，再在结束时核对实际支出就可以了。对懒人来说，简直是一种福音。在这个价位里面，我觉得这算是对新手蛮友好的一款手账本。除了包含大部分基础内页，让你可以试用不同种内页，了解你需要记录哪方面的事项，也赋予你自由发挥的权利，比如点阵页、月计划里面的备注等等。这些小细节都是你可以决定的，要在空格里面填写什么。至于写手账的老屁股们，相信你们已经摸索出自己的喜好了。倘若你觉得这个笔记本很合你口味，也是可以尝试的哦。好啦，这次的使用心得就到这里。如果你们有发掘到好用的手账品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大家参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影片内容，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点击旁边的小铃铛，准时接收最新影片通知哦。